其实我们女人会非常享受在强大的男人面前那种提心吊胆、如履薄冰的感觉啊，因为我们会在这种压迫感中感受到你作为强者的统治力，然后会在你的框架和原则以及掌控力中形成一种本能的臣服。上周呢，我和我的合伙人去打高球啊，当时我就跟这个教练聊天嘛，我就很好奇，我说最近怎么感觉这场子里全是那种1:1的美女啊？教练就跟我说什么？他说，他发现这个大部分都是夜场转过来的，所以你们发现没有？优质的男人在哪里，美貌的女人就会去哪里，就是他们是永远会去围绕着强者转的，懂吗？只要你够优秀，你喜欢打高球，那我就学习打高球啊，对吧？你喜欢滑雪，那我就去学习滑雪咯。你喜欢攀岩，那我也可以学攀岩。你喜欢骑行，那我就学骑行。所以你第一个要扭转的惯性思维是什么？你是不需要去围着女人转的，不管是找女人还是找老婆，甚至是找球友。就比如有一个来找到我的兄弟嘛，他是某上市公司的中高层啊，年薪呢有120多个，离过1次，但是最近谈了一个小他10多岁的一个女朋友，长得是非常漂亮啊。但是据兄弟所说的是什么？性格不是特别好，两个人呢又经常容易吵架。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们俩经常因为什么吵架呀？结果这个兄弟跟我说什么，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比如说去接他下课的时候迟到了啊，比如说给他买的这个口红色号买错了，不适合他，甚至是什么吃东西的时候第一口没有喂给他啊，因为这些事情而吵架。所以兄弟们，你们发现没有啊？这些矛盾的根源其实就是在于女人把兄弟当成了一个服务者，那服务的态度或者质量不好了，这个女人就会闹情绪，就会发脾气。但是在兄弟的视角来看，我的发心不都是对你好吗？我百忙之中选择开车来接你下课，我送你口红是希望你开心，对吧？不都是我在主动付出吗？凭什么你要因为这些跟我闹啊？我事业都做得这么好，我都这么优秀了，你凭什么不听我的呀？那其实兄弟们，原因很简单，我相信很多兄弟都犯过这样的错误，就当一个男人，不管你有多优秀，你的价值对于这个女人来说有多么的高，只要你主动丢掉自己的边界和威严，你过度的去讨好她，你去给予这个女人所谓的什么安全感，那你也就丢掉了吸引力的根基。因为这个相当于是什么？狼王主动磨平了獠牙，刺猬主动卸下了尖刺，这是一种自我消权。这个时候你再怎么强大，你也会被女人的潜意识被评判为什么？评判为弱者，从而你就只会受到女人的不尊重和蔑视。所以我当时跟这个兄弟签过合同之后，真的就是3天的时间就帮他把就是认知扭转了一下，并且慢慢的在半个月的时间里面重新给他就是培训了一下这个世界的秩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兄弟真的表现得非常的痛苦，因为他发现他从小到大对于整个两性的认知被我完全给打碎了。当然我也很理解毕竟这相当于是在重塑他的价值观和爱情观，很多内容呢过于残忍，太过于现实，在这个平台上是非常不适合发表的，所以我只能在私教里面去讲。那在提高了这些认知之后，就是吸引力和框架的重建了。那这个过程就是让他去实战，对吧？他跟这个女孩去实打实的去聊天然后再刻意的减少一些见面的频率，并且能够为他后续的逆风翻盘做好铺垫。OK， 我给大家放出来一段，是在这个兄弟学了1个月以后，他跟这个女生的聊天记录当时这个女生发来了一条消息说，晚上陪我去逛街吧，我想换17。OK， 你们知道我们是怎么回复的吗？直接回复说，是缺陪逛街的还是缺扫码的呀？ OK， 这个女生直接回复了说都缺。那我们说什么？我晚上还有个高层会议要开，逛街是陪不了你了，但是扫码可以考虑。那女生就回复了说考虑什么呀？我们呢就打趣的说16刚用1年就想换，那男朋友打算谈几年换呀？女生想了一会儿，就直接就回复说这是2码事儿没有跳进我们的框架然后又说怎么怕我把你给换了 ？OK， 我们怎么回复？想听实话吗？女生打了个问号，什么意思我们就回没什么意思。那女生又秒回了，什么叫没什么意思？你已经不怕我离开你了是吗？早就不爱我了是不是？ OK， 我们就回复了，我是在回答你的问题，我不怕你换了我，因为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挺累的女生当时瞬间就炸了她没想到这个兄弟居然敢如此的忤逆她。于是这个女生是怎么回复的？说所以我没说错是吗？你早就不爱我了，以前说好的要一辈子，对我的好也都是假的咯。果然你们男人都一个样，结局也都一样。那我们就怎么回复呀？
你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吧，我还想谈下去，那就请你尊重我，我的时间和我的事业。如果不谈，因为我是在乎你的，所以我就希望你赶紧换下一个，避免耽误了你的青春。OK， 当时的最后一句话，这兄弟真的是完全不敢发出去，他特别害怕女生真的就跟他分了。我当时就告诉他，我说当你不怕失去一张牌的时候，你才能玩转它。那后续呢，这个女生直接电话轰炸过来了，我当时让这个兄弟不要接，因为接了也没用，全是这个女人的情绪堆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不如让这个女生自己好好冷静一下，好好思考一下，对吧？她是否能够离得开这段关系。并且呢，在2个小时之后啊，我就让兄弟发了一个朋友圈啊，图片呢是在写字楼的高层落地窗啊，然后窗外呢也是繁华的夜景。文案是这么说的啊：回归重心到工作上，争取年底再创新高。为什么要发这个朋友圈，兄弟们？因为作为一个优秀的高价值男性，你的能量就是你身边女人最垂涎的补给品，他们是一定想来分一杯羹的。而当你表现出你情关已破，事业反而会蒸蒸日上的时候，才能够让女人冷静下来。一边是更优秀更有价值的你，一边呢是原地踏步郁郁寡欢的自己，你说他急不急啊？你说他能不能冷静下来，理性去思考，去权衡利弊啊？ OK， 那这个阶段的内容就到这里，后续呢就是双方断联了整整大概5-6天吧啊。期间呢，我帮这个兄弟调整了自己的心态。这个期间呢，这个女生呢是直接把这个兄弟拉黑了的，但是拉黑了之后又加回来了，加了呢又拉黑，反反复复就是来看这个兄弟朋友圈的啊。我们也发现了这个点啊，但是我都跟兄弟说啊，一定要稳如泰山，不为所动，该工作工作，该社交社交，甚至在这个期间，这个兄弟的朋友圈呢还会有好几个美女的身影。直到第9天的时候，这个女生终于按耐不住了，把兄弟给加回来了。她怎么说的？她说：“我知道我错了，我确实离不开你，我还不想分开。”所以说啊，兄弟们，不要被版本主流价值观那套给洗了，知道吧？什么要给他安全感啊，要把他像女儿一样照顾啊，这种针对的方法，我告诉你们，那是对男人吸引力的精准阻杀。女人的理智以及尊重永远都是建立在她不敢照刺的那条红线上的。一旦女人失去了对男人的敬畏，那女人的情绪化和阴暗面就会被推向极端。你们要记住，女人受到纵容就无法约束，受到宠溺她就是会不听指挥。如果陷入混乱而不整治，那女人便会成为你痛苦和压抑的根源。那当然了，这个案子不是说到这里就交付完成了，后续怎么给对方立规矩，怎么管理对方，怎么保持吸引力的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只是碍于篇幅，那我们在此略过。如果你有不懂，或者你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滴滴 OK， 还是那句话，弱者才会去钻研情感啊、技巧啊这些，在焦哥这里呢，能教你看懂人性。我们下期见。